所以我還是堅持我的預測，在今後12個月裡邊，到2027年7月1號這一段時間裡邊美國的人工智能的泡沫將破滅，將觸發非常大規模的一次金融危機，對我們中國也會產生很大的衝擊。我是希望這樣的金融危機不要爆發。您現在看到的這個人叫高志凱，是全球化智庫的副主任，常年活躍於國際關係、金融和法律界，同時也是一些著名媒體的評論人。他在不久前堅定地說，在2027年7月1日之前，美國的人工智能泡沫將會破滅，並且會引發一場規模非常大的金融危機。大家都知道，高志凱呢是學法律的，是搞国際關係的，並且現在年齡也不小了，都60多歲了。那他對人工智能的技術和產業完全了解嗎？而且他的原話為什麼非得說是美國的人工智能泡沫即將破滅，而不是中國的或者是全世界的人工智能泡沫即将破滅呢？今天呢，我就想從技術和產業的角度，給咱们所有的普通人深入淺出的科普和捋一下当前的人工智能產業的現狀和基本框架。你不用擔心聽不懂，因為接下來呢，我會用我都能聽懂的大白話來給大家講出來。不過還是要提前說明一下，本視頻呢僅做科普用，不要当做投資建議。好，現在呢，大家請把 AI 產業想象成一個沒有被開發的金礦，你所熟知的所有跟 AI 相關的巨頭，要麼是這個金礦的一部分，要麼就是制造挖礦工具的人。但是你有沒有想過，在 AI 產業裡面最基礎的東西是什麼呢？是英偉達的芯片嗎？還是我們經常用到的 ChatGPT？ 都不是。人工智能產業的最上游，也是當前整個人工智能最基礎的部分，是電力和半導體基礎設施。電力呢，不光是人工智能產業的基礎，也是當今所有現代化產業的基礎。只不過人工智能對電力的需求更高。為什麼人工智能對電力的需求這麼高呢？對於 AI 來說，我們常說的算力其實分為兩種，一種叫做訓練算力，另外一種呢叫做推理算力。如果把 AI 大模型比作一個士兵，那麼對於一個普通士兵來說，都是先在部隊裡邊進行訓練，然後才會送到戰場上去打仗，創造貢獻。那麼對於這個士兵來說，在部隊裡面訓練所花費的體力，會讓自己的身體變得更強壯。這部分體力呢，就是訓練算力。當訓練完畢以後，士兵會被送到戰場上去跟敵人廝殺。那麼這個士兵在戰場上所消耗的體力呢，就是推理算力。而這個士兵的體力來自於哪裡呢？我們中國有句老話叫做人是鐵，飯是鋼，一頓不吃餓得慌。這句話說的是人只要不吃飯，就什麼力氣也沒有的意思。說白了，這名士兵的體力呢，其實全部都來源於他的一日三餐所攝入的營養。那麼這名士兵所吃下去的飯，就是人工智能所需要的電力。所以大家就可以發現訓練算力和推理算力之間的區別了嗎？訓練算力呢，幾乎相當於是一次性的投入。當模型的水平達到理想狀態的時候呢，訓練量就不需要这麼多了。但是推理算力呢，是一直需要被消耗的狀態。當你給 ChatGPT 發送一條指令， GPT 呢都會消耗一些推理算力去回應你的請求。特別是現在進入 Agent 智能體時代以後， AI 呢不再是你問他一句他回答一句，而是你可以交給他一個任務，他自己搜索信息，自己調用工具，自己運行代碼，自己分析，自己修改，然後以此類推，不斷的循環。這意味着 AI 的推理呢將會變成一個持續發生的過程。所以 AI 未來最大的瓶頸之一呢，可能不是沒有足夠的 GPU， 而是看有沒有足夠的電。這也是為什麼美國現在建設的 AI 數據中心越來越多的開始討論核電、天然氣和電力基礎設施了。當然，這也是馬斯克的 SpaceX 公司為什麼會突然變成 AI 公司，因為只有他們才可以去太空中利用最純淨的太陽能發電。這就是電力的重要性。對於 AI 來說，跟電力一樣重要的就是半導體芯片的基礎設施。在半導體的產業鏈裡面，有一家非常特殊的公司，阿斯麥。它不是生產半導體芯片的，而是生產光刻機的。所有的芯片裡邊呢都有大量的晶體管，而現在最先進的 AI 芯片，晶體管數量可以達到數百億甚至上千億，相當於你要在一個瓶蓋大小的地方精確地畫出一個可以直接用來導航的中國地圖。那麼想要把數百億晶體管成功且精細地雕刻出來，就需要使用 EUV 極紫外光刻機。
世界上最先進的 AI 芯片都需要大量依賴 EUV 光刻机。在這一領域，阿斯麥公司所生產的 EUV 光刻設備處於絕對的壟斷地位。如果把人工智能這條產業鏈比作一條大河，那麼這條波濤洶湧的大河發源地一共有2個，一個是電力，另外一個呢就是阿斯麥公司的光刻機。如果沒有電力和光刻機，那麼人工智能這條大河呢就會直接斷流，中游和下游的魚蝦蟹和各種生物要麼遷徙到別的地方去，要麼就死在原地。但是只有光刻機和電力還遠遠不夠，還需要真正的把芯片給製造出來。那麼電力和光刻機的下游就是芯片製造了。在芯片製造領域，最重要的就是台積電了。台積電最大的特點呢，是不會自己去設計芯片，而是替別人製造芯片，也就是所謂的晶圓代工。像英偉達這樣的芯片設計公司，會對芯片呢進行設計，然後再把這些設計交給台積電。台積電呢負責使用 EUV 光刻機把這些設計給製造出來。現在 AI 芯片越來越先進，對於製造工藝要求呢越來越高，光有技術先進的 EUV 光刻機還不行，還得需要製造經驗和技術。這就像是在機加工領域，就算有了最先進的機床，沒有好的工人，没有老師傅，那麼生產出來的零件質量呢也可能達不到要求。這也是為什麼台積電在整個 AI 產業鏈裡面可以排到第2重要。2026年7月份，台積電單月的營收同比增長了 45%， 並且公司也把2026年的美元營收增長的預期呢進一步提高到了 40% 以上，並且台積電這家公司的淨利率常年維持在 40%到 50% 以上，營業收入也越來越高，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賺錢。當然，這裡還有一個不可忽略的東西，那就是內存。AI 這個東西不是只有 GPU 就行了。GPU 的旁邊呢，還必須放大量的高速內存。AI 芯片使用的高速內存呢，叫做 HBM 高帶寬內存。GPU 就像一個廚藝精湛的廚師，廚師切的菜呢，就是芯片所需要處理的數據。大家都知道，廚師在切菜的時候，光有刀是不行的，還需要一塊菜板。那麼這塊菜板呢，就是內存的作用，相當於是 GPU 的工作台。AI 模型越大，所需要處理的數據就越多，對 HBM 的需求呢也就越大。目前全世界 HBM 內存最重要的供應商主要包括 SK 海力士、三星電子和美光科技，這3家公司共同構成了 HBM 最核心的供應體系。另外，人工智能芯片以及高端電腦所用到的高速內存呢，也是需要用到 EUV 极紫外光刻机的。只不過這裡的 EUV 光刻机呢，是由內存企業直接花錢買入，而不是全部交給台積電來代工。之前的時候呢，很多人都以為人工智能就是英偉達公司一個人的生意，但其實我們說到這裡的時候，你就會發現，英偉達的 GPU 確實很重要，但是 GPU 的旁邊呢是三星、美光、SK 海力士的高帶寬內存，而 AI 使用的 GPU 和高帶寬內存都得使用阿斯麥的光刻機來進行制造。阿斯麥生產光刻機，但是卻不直接生產芯片，生產 GPU 芯片得交給台積電，於是整個產業鏈呢就開始越來越長。截止到這裡，都屬於整個產業鏈裡面最賺錢、最頂端的存在了。當然，這中間呢再補充一個重要的細節，那就是 EDA 軟件。大家都知道，無論是英偉達還是蘋果還是高通還是華為，他們都是芯片的設計者。芯片的設計圖紙呢，也是一點一點畫出來的。那麼專門用來畫芯片設計圖的工具就是 EDA 軟件。EDA 的全稱叫做電子設計自動化，指的是專門用來設計、仿真、驗證和製造芯片的超級大型工業軟件系統。如果蘋果、華為、英偉達、高通不使用 EDA 軟件，那麼工程師呢就不可能畫出任何一片 AI 芯片。比如英偉達設計的 B200 芯片，就好比在一個瓶蓋大小的空間裡面建造一座擁有2081棟房子的超級立體大都市。整個城市裡邊的每一棟房子呢，都是一個晶體管。你想想，如果想要設計一個2000億晶體管的芯片，假如交給人手工去畫設計圖的話，就算這個員工非常的勤奮，一天能畫1000個晶體管，那麼也需要2億多年才能畫完。等畫完這個芯片的設計圖呢，可能整個人類都已經滅絕了。所以就需要一個全自動的芯片設計軟件，於是呢就有了 EDA。
EDA 軟件呢，可以承擔設計、仿真和物理輸出的職責。咱們還是把芯片裡的晶體管比作城市裡的房子。有了 EDA 軟件以後呢，工程師只需要使用代碼提出要求 ，EDA 呢就會自動幫你規劃好這些房子的位置，拉好億萬條微米級別的電線。這就是 EDA 的設計功能。當這座城市在真實建造前 ，EDA 還可以在電腦裡邊模擬暴風雨、地震或者是高溫，看看這座城市會不會塌陷和崩潰，也就是在電腦裡邊模擬芯片會不會過熱、漏電或者是信號干擾。這就是 EDA 軟件的測試功能。當一切確認無誤以後 ，EDA 軟件呢就會把這個城市的設計藍圖翻譯成台積電光刻機能夠看得懂的納米級施工圖紙。這就是 EDA 軟件的物理輸出功能。很多人只知道高端的 EUV 光刻機會卡我們中國人的脖子，但更多人不知道的是 ，EDA 軟件也在一直卡我們的脖子。在當前 EDA 行業，有3大巨頭壟斷了当前全世界85%的 EDA 市場份額。這3個巨頭呢，分別是 Synopsys 新思科技、Cadence 凱登電子和西门子 EDA。前2家都是美國的，西门子是德國的。在2納米、3納米或者是 AI 芯片領域，這3個巨頭的佔有率更是高達95%以上，和阿斯麥光刻機一樣，幾乎都是壟斷性質的存在。為什麼說 EDA 也會卡我們中國人的脖子呢？因為台積電每開發新一代的先進工藝，都必須和新思科技、凱登電子還有西門子的 EDA 團隊共同開發對應的數字工藝包。說白了，如果你在設計芯片的時候用的是其他家的 EDA 軟件，那麼台積電的工廠可能根本識別不了你的圖紙，也就無法為你生產芯片了。更何況 EDA 軟件呢，涉及數學、物理、材料學、圖論以及算法的高深度融合，沒有幾十年的代碼積累和行業經驗的沉澱，也根本做不出像樣的 EDA 工業軟件。好，現在我們有了 CPU、GPU， 也有了 HBM 高帶寬內存，那麼這些東西能不能直接拿來運行 ChatGPT 呢？答案是當然不能，因為你還需要把它們組裝成一個完整的 AI 服務器。那麼這裡呢，又進入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服務器製造。在這個環節裡面，會把 GPU、CPU、內存、網絡通信設備、電源、散熱系統等等大量的零部件組裝起來，最終呢變成了 AI 服務器。AI 服務器呢，就是 AI 數據中心的算力來源。這個環節的主要參與者有鴻海精密、廣達電腦、緯創、英業達，還有超微電腦和戴爾科技。這些 AI 服務器跟傳統的服務器呢有非常大的不同。傳統的服務器可能就是 CPU 加內存加硬盤，但是 AI 服務器不一樣。AI 服務器裡面會塞進去大量的 GPU， 而這些 GPU 之間呢還必須可以進行高速通信。因為訓練大模型的時候不可能只靠1塊 GPU， 可能得需要1萬塊 GPU， 所以這些 GPU 呢就必須得像一個團隊一樣工作。那麼問題來了，1萬個人同時工作，最怕的是什麼呢？有時候並不是怕員工們不聰明，而是員工和员工之間，或者是部門和部门之間溝通不到位，有信息差，最終導致工作的效率低下。所以呢，在 AI 数據中心裡面 ，GPU 不能单獨工作，它們之間呢需要大量的数据交換，因此呢就需要大量的交换机、网絡芯片和光模塊。這方面比較重要的公司太多了，我就不一一介紹了。总之 ，GPU 越多，通讯網絡呢就越重要。你可以把一個由 AI 服務器組成的數據中心想象成一個超級工廠。GPU 是工厂裡的工人 ，HBM 內存呢是工人旁邊的工具，而這些和網絡通訊相關的零件，那就是工廠裡邊的高速傳送帶。如果傳送帶太慢，即使工人的工作效率再快，也只能站在那裡等。所以在 AI 时代，網絡本身也變成了算力的一部分。我們說到現在呢，已經幾乎把英偉達公司所有重要的上游全部都捋了一遍。那麼接下來呢，就該聊一聊英偉達公司本身了。你有沒有想過，之前同樣是造高端游戲顯卡的，為什麼英偉達就可以成為人工智能時代的天之骄子，而 AMD 就不行呢？英偉達和 AMD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呢？那這裡就不得不聊一聊英偉達公司真正的護城河了。如果各位感興趣的話，今後呢，我们可以做一期專門講英偉達公司的視頻。英偉達公司如今可以做到市值超過5萬億美元，核心原因並不是因為他們的 GPU 硬件性能比別人高出很多，而是因為軟件生態。
英偉達公司早在2006年，也就是20年前，他們就推出了 CUDA 平台。很多外行呢都以為英偉達厲害是因為芯片做得好，英偉達的芯片確實不錯，但這只是基礎。CUDA 才是英偉達真正的護城河與商業帝國基石。那這到底是個什麼東西呢？如果我們把一台 AI 服務器比作一家高端餐廳的後廚，那麼 CPU 就好比全能特級大廚，也就是廚師長。它的邏輯能力極強，既會雕花，又會炒菜，又能指揮調度。但是它再強，也是只有一個人。在處理極其複雜的大規模計算時，就好比廚房現在需要同時切1萬個土豆的時候，那麼這位全能特級大廚呢，他再厲害也幹不過來。而這個時候 GPU 就登場了。GPU 和 CPU 的分工不一樣。如果 CPU 是廚房裡的廚師長，那麼 GPU 呢，就是廚房裡負責順菜切菜的小工。單論邏輯能力，小工遠遠不及特級廚師的廚師長，但是小工勝在人多力量大。廚房裡面有1000個小工，當需要切1萬個土豆的時候，這1000個小工呢會同時工作，切菜速度是特級大廚的幾百倍，這就是所謂的并行計算。而英偉達的 CUDA 軟件平台就好比廚房裡面的標準化通用語言，因為這些 GPU 呢只會畫畫，根本聽不懂通用的計算指令。CUDA 呢就相當於是給廚房裡面這1000個小工裝上了一套通用的翻譯設備，並制定了翻譯標準，讓程序員呢可以用普通的編程語言直接指揮這1000個小工去幹活。那麼 CUDA 生態是什麼意思呢？這個就有點類似於蘋果 iOS 系統的 App Store 智能手機生態了。英偉達不僅給開發者提供了 CUDA 這個工具，還在過去的20年裡面僱傭了數萬名工程師，幫全世界把各類複雜的計算寫成了現成的加速組件，成為了一堆軟件、庫、編譯器、驅動以及各種工具的集合。當程序員在做 AI 開發的時候，根本不需要從底層重新寫代碼，直接調用英偉達已經寫好的底層庫，幾行代碼呢就可以把 GPU 的性能給吃滿。另外，從2006年截止到現在，全世界的科研機構和 AI 巨頭裡面這些程序員，他們當年在學 AI 開發的時候用的就是 CUDA。當前程序員們的代碼邏輯、開發習慣以及開源框架全部都是圍繞着 CUDA 優化的。所以對於世界各地的程序員來說，如果想要換掉英偉達的硬件，那就需要把過去10幾年的代碼全部給重寫。那麼英偉達公司就形成了良好的正向循環，因為英偉達的 GPU 算力好，所以開發者全部都去 CUDA 平台寫軟件，這就導致所有的新的 AI 算法和軟件優先支持英偉達 CUDA。因為大家都是優先支持 CUDA， 所以企業呢只能購買英偉達的 GPU， 最後英偉達賺了大錢，於是呢就可以投入更多的資金研發下一代的 GPU 和升級 CUDA 平台。所以硬件好造，軟件平台難補。這就好比今天有人造了一台性能比 iPhone 高2倍的手機，但是如果這款手機的系統裡面一個 APP 都下不了，甚至連微信和淘寶都下載不了的話，那麼消費者依然不會買單。當前其他的廠商，比如 AMD、華為之類的，正在嘗試推出兼容轉換工具，比如把 CUDA 代碼翻譯成自己的代碼。但是這種方式呢，就像是在跟別人溝通的時候需要通过谷歌翻譯才能聽得懂，在效率上呢會有損耗，並且只要英偉達的 CUDA 一升級，競爭對手的翻譯器就會立刻失靈。所以呢，英偉達公司就好比 AI 界的蘋果公司，護城河極深。有了英偉達和存儲3巨頭，就有了 AI 服務器的核心，有了 AI 服務器，就有了數據中心的核心。但是英偉達的那些高端 AI 服務器動輒一個幾百萬美元，所以目前只有一些商業巨頭可以買得起，比如亞馬遜、微軟、谷歌還有甲骨文等等。他們購買了大量的 GPU， 組成了 AI 算力數據中心。那麼這樣一來呢，這些公司就變成了所謂的雲計算公司。這些巨頭們所做的事情很簡單，那就是把昂貴的計算設施租出去賺租金。現在 AI 的訓練和推理都需要大量的算力，而提供算力的 AI 服務器呢，都是天價。一般的小公司或者是中等規模的公司根本買不起。如果沒有這些雲計算公司，你想要開公司創業的話，那就需要自己花巨資購買 AI 服務器。
而現在有了這些巨頭們組成的雲計算公司，那麼這些規模比較小的公司如果需要使用算力，那麼就只需要打開網頁申請 GPU， 然後按照使用量付錢就好了。就好比以前每個人都需要自己買發電機，而現在直接接入電網就可以。對於整個 AI 產業鏈來說，咱們現在已經說到了數據中心和雲計算了。那到這裡呢，差不多也到了整個產業鏈的下游了，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各種的大模型公司了。AI 產業鏈從上游變到下游，我認為最核心的變化就是開始從硬件產業變成軟件產業，比如 OpenAI、谷歌、Anthropic、Meta， 還有中國的 DeepSeek、阿里巴巴、字節跳動的豆包等等等等。這些公司主要做什麼呢？簡單來說，這些公司主要做的工作呢，就是訓練基礎模型。那什麼是基礎模型呢？基礎模型就好像是一塊上好的鋼材，這塊鋼材呢，之前已經經過了鍛打，但是仍然還是原材料。你可以用這塊鋼材呢做成菜刀，也可以做成斧頭，也可以做成別的什麼其他的東西。菜刀和斧頭都是真正可以拿来直接用的東西，而這塊鋼材呢，是不能直接去應用到生活中的。所以基礎模型需要經過各種加工以後，才會聽得懂人話，發得出指令，才能真正的去正常工作。很多人說人工智能的泡沫非常的大，也是從這個環節才開始的。因為現在所有的基礎模型公司呢，都特別的燒錢，但是賺回來的錢呢，卻很少。為什麼燒錢呢？因為你如果想要訓練一個頂級的模型，就需要大量的 GPU。大量的數據，還有大量的工程師，還需要大量的電力和時間。我們就拿最火的 OpenAI 來舉例子。OpenAI 的模型需要大量 GPU， 而 GPU 呢需要台積電製造，台積電又需要荷蘭阿斯麥的 EUV 光刻機，並且 GPU 呢還需要 HBM 存儲、光模塊、電源等等供應商來共同組成 AI 服務器，這些服務器共同組成了數據中心。同時 OpenAI 還需要租用雲計算基礎設施，雲計算基礎設施的數據中心每時每刻都會消耗大量的電力，而輸送電力呢，又需要大量的電纜、變壓器以及各種電源管理和監控系統。這些大模型公司所燒掉的錢，就變成了產業鏈上游供應商們的巨額利潤。所以 OpenAI 這樣的大模型公司雖然是整個產業鏈裡面最受關注的公司之一，但實際上在現階段他們其實是比較吃虧的。他們只是把電力、GPU、服務器、網絡、數據、算法還有人才等等全部組合起來，最後變成了人工智能。當人工智能開始變得實用起來的時候，這些大模型公司才有可能掙錢。比如把 AI 和辦公軟件結合起來，那麼 AI 呢就可以幫你寫郵件、分析表格、總結會議。AI 和汽車結合起來，那就有了智能座艙和自動駕駛。AI 和醫療結合起來，那就有了 AI 醫療和新的藥物研發策略，以此類推。但是在我看來，這些大模型公司呢，最終都會有一個宿命，那就是同質化。隨着所有的模型訓練量越來越多，都變得越來越聰明，那麼模型和模型之間還有什麼太大的區別嗎？ ChatGPT 能跟你聊天，那麼谷歌的 Gemini 和馬斯克的 Grok 也可以跟你聊天，中國的 DeepSeek 還有豆包也能聊，只不過風格不一樣而已。但是發展到最後，天花板肯定是一樣高的，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區別。包括以後的智能體也是一樣的。智能體帶來的變化呢，就是相当於讓 AI 從一個聊天機器人正式變成了一名數字員工。如果將來全世界各行各業的公司都開始使用智能體來幹活的話，那麼這些 AI 公司肯定能賺錢。但是咱們從商業邏輯上來講，對於一家公司來說，想要變得很值錢，那就必須在行業內做到垄斷。而人工智能发展到最後，上游的公司好垄斷，但是這些下游的這些模型公司靠什麼壟斷呢？就像現在的新能源車行業，現在底層的汽車廠家賺的錢其實很少，最賺錢的都是上游的電池廠家。所以呢，整個人工智能產業鏈最下游的眾多模型公司，是整個產業鏈條裡邊最大的不確定性。那這個時候又有人說了，人工智能是今後的趨勢，是21世紀最大的確定性，怎麼能說是最大的不確定性呢？我來給大家舉個例子來說，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滅之前，當時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有一個非常典型的邏輯，那就是大家都相信互聯網一定会改变世界。這個判斷當然是絕對正確的，但是相信互聯網可以改變世界，那麼就意味着所有互聯網公司的股票都值得買嗎？
這個邏輯當然是錯的。互聯網發展到現在，當年絕大多數的互聯網公司都消失了，最後只剩下了亞馬遜、谷歌、微軟等等這些巨頭們成為了最終的贏家。所以我們根据這些歷史教訓也可以推断出来，将來人工智能呢也肯定會出現類似的情況。所以这些產業鏈底層的模型公司就是當前最大的不確定性。如果將來這些模型公司可以形成一定的市場規模，那還好一點。那這樣的話，就算產業鏈底層的模型公司內卷不賺錢，那麼最起碼上游的電力和半導體製造還能賺錢。而如果下游的這些模型公司一直不能賺大錢，那麼上游的那些大量的 AI 基礎設施將來肯定會減值，甚至可能都會變成負債。一個健康的產業鏈就像是一個純天然的生態系統，這個生態系統裡面的所有部分呢，都是可以進行自我繁殖和自我造血的，所以就可以一直維持下去。但是在這個生態系統裡面，處在食物鏈最底端的那些動植物們，如果一直需要依賴人工繁殖也就是投資，那麼整個生態系統呢，將會是變成不可維持的。將來美聯儲一旦大幅度收緊流動性，那麼整個生態系統將會垮塌，泡沫破裂。當然，如果 AI 只是股票上的泡沫，其實問題也沒那麼嚴重。股票就算跌到80%，對於金融體系呢，當然有影響，但是不一定會形成金融危機。所以這還不是真正的危險。那真正的危險是什麼呢？我認為真正的危險是當前 AI 的資本開支增長得太快。現在這些 AI 巨頭們仍然還在不斷的大幅度提高 AI 資本開支，大型 AI 公司今年的融資規模也在迅速擴大。根據路透社8月14號的報道，僅2026年，美國幾家主要的 AI 超大規模廠商的借債規模呢，就已經接近2200億美元了。這些債正在推高實際利率。如果把錢也想象成一種商品的話，那需要的錢越多，那麼錢呢就會變得越來越貴，這也就是利息越來越高。美聯儲在最近也已經注意到，在當前對 AI 的基礎設施裡面，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通過債務融資。股權虧損是投資者自己的問題，但是債務違約呢，就會把損失傳遞給銀行、保險還有其他的金融機構。說白了，你用你自己的錢去投資數據中心，虧了錢沒人管。但是你要是向銀行借錢去建數據中心，到期還不了錢，那銀行呢就得跟着倒霉。最後 AI 泡沫加上債務融資，再加上銀行、保險、私募信貸，如果這些東西全部連接起來，就可能就會產生系統性的風險。當然也不能太極端，像高志凱說的，他預測1年之內必然破裂，那就是純粹的在博流量了。因為誰也不可能準確的預測將來會發生什麼事情，會發生在什麼時間，美聯儲什麼時候會有動作，等等等等，這些東西誰也不知道。如果有誰知道，那就是騙子。您說我說的對不對？好，今天我就講到這裡，咱們下期再見。